大家好，我是女装。那其实我今天会来，大家第一眼看到我，应该第一个问题都是说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年轻就做这样的一个疗程？那其实基本上，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新闻从业人员，所以我们冲锋陷阵，工作压力也很大，然后工时12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常常轮早班啦、晚班啦、我大夜班、小夜班啦，我先生也是。那所以说我们在就是生活作息的部分，其实不是很正常，然后都外食，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不是很好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婆婆跟我公公他们都已经70几岁了，那他们一直想要抱孙，所以有压力。那我后来就是转那个幕后播报，所以才会就是工时会比较工作就会比较稳定，但是我先生并没有。他还是得就是去外面跑。我们会算安全期嘛，算排卵期嘛。那等到真的时间到了，需要做功课的时候，可是我先生又不在。好，所以说基本上我是简单介绍，就是说，因为我的年龄虽然年轻，我才33岁，但是因为我有压力，然后呢，职业的部分又就是没有办法配合正常的作息。然后呢，我居住在林口，那因为林口到这其实有一段距离，不过还好，因为我在台北市上班，所以就是我都是利用上班时间，然后中间抽个空档过来看一下诊，大概花个顶多半小时，然后我就离开。其实我觉得来这边看诊是还蛮轻松，所以我选择这里。说因为我跟我先生交往很久了，大概5、6年我们才结婚，这5、6年来我们都没有避孕，那结婚之后4年也都没有避孕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说，我那么年轻，然后我先生检查也没问题，然后我去检查也没问题，可是呢却没有消息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。而且对女人来讲，就是年龄不断的在跟女人做赛跑，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毅然决然，就是说要来做人工方面的就是生殖的方法。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挑选诊所的时候，挑选医院的时候，我是选择大医院。那我听过马街，听过一些名医，然后呢，他们看诊的时候几乎都要排2个小时。那等到真的看到医生的，医生跟你讲2句话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出去了，然后甚至做一些，比如说是输卵管摄影啦，然后一些抽血的检查。等下检验报告出来的时候又很正常，但是我的情况是比较特殊，因为我抽血报告出来之后，才发现我的那个卵巢癌的指数，应该是什么 CA 什么的指数比较高。后来做超音波检查才发现，原来我左右2边的卵巢各4公分的囊肿。所以这是发生在结婚第1年的时候，医生建议我就是开刀把它做腹腔镜手术把它取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试了1次的人工受孕，在台安医院。那在台安医院试了之后呢，没消息，没息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决定做这个试管。好，然后呢，试管的时候呢，他打了很多针，然后又当月植入，然后呢又失败。然后我就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那个卵巢癌的指数比较高嘛，所以我会担心我自己的卵巢癌。所以呢，我大概就休息了大概1年多，我就吃中药啦。然后呢，吃中药我也没有什么恒心，大概吃个3个月就停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运动好，因为台安医院它主张就是你一定要运动，踩黑轮，然后流汗，每天都要运动，所以我也有运动。然后呢，我就没有再回台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要看诊看得很辛苦嘛。那他虽然是名医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名医，但是不一定看诊比较细心。然后马偕医院的部分的话，是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同事，他去马偕医院，他也是名医，结果他是多囊性卵巢。然后他用药过度，害他整个腹水胀很大，休克差点走了，但还好就是命是捡回来了。但他现在不敢碰这些相关的一些治疗，然后结果我就大概过了这1年多，我调身体，然后又运动，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说，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用自然的方法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现在医学这么进步，怎么可能会没有自然的方法呢？所以我就上网查。打关键字，什么自然，然后这个免打针、免吃药的疗法，然后就第一个跑下来是宏孕，结果我来了之后，确实他也是跟我说，
有几种疗法，那其中是如果我很急的话，我可以就是剂量减半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种就是说，如果不急的话，可以慢慢来。医生会建议你就是真的是可以不打针、不吃药、不麻醉。那因为我很急，我想要3个月之内就有消息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就是剂量减半的方式。那我选择剂量减半的方式呢，就大概2天打1次针，这个针的剂量也比我在台湾就少了1半。然后后来我1月份的时候来做，理论上按照周期，就是第12、14天要回来抽血，看身体的荷尔蒙各方面是不是都适合。等到我的月经周期到的时候，刚好又是过年期间，医师出国，好吧，那我就好再延1个周期，就延到3月才植入。可是3月这一次的这个经期呢，又好死不死拖延了40几天才来。然后呢，所以我大概到4月底的时候才正式的植入。但植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有就是打半剂量的药，所以我的这个卵巢的反应是还不错，所以有10几颗的卵泡。因为在取卵的过程当中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，在那个台安医院我就躺了那2个小时才出来，真是失败。但是在这里的话，我大概躺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回去上班了。然后呢，这几天我就不像台安医院，他会建议你，植入之后还是照常运动，照常踩飞轮，照常跑步。那好，之前我就照做，但是这个张医师他是建议说，可以休息，然后呢没事就是坐着，如果可以躺就尽量躺，就是他会尽量建议你休息。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讲也比较轻松，所以后来我就照了张医师的说法，然后我就多休息，然后吃的方面也都很正常，就是吃一些比较营养的一些这个食品这样子，然后呢结果没想到1次就成功了，我是比较幸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取了10几颗卵泡，里头有7颗是成功的受精，冰起来。然后我这次成功是双胞胎，还有4颗冰在冰箱里，我现在也很困扰，不知道该不要继续生。对，那因为可能年龄的关系，所以我1次就成功，所以我还蛮幸运的。张医师这边的这个费用的收法是，他是做到什么阶段收什么样的一个费用，所以我交换起来也比较轻松。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，其实这样的方式是比较人性化，跟大家讲几句勉励的话。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，就做就对了。因为女人总是在跟年龄赛跑，在座的先生也应该爱护太太。就是你爱护太太，就是说你担心她用药过度会有副作用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。谢谢大家。